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方便面里面。最近俄印之间进行了一系列的沟通，可是，在经济沟通当中俄罗斯已经不同意再用卢比来结算了。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俄印之间的关系会发生哪些变化呢？今天呢，我们请羽田先生来分析一下历来关系比较密切的俄印关系究竟发生了哪些微妙的变化。从去年的时候我们知道印度呢其实一直是在暗中挺俄罗斯的，因为当时那个俄乌刚开战，西方国家一致的要制裁俄罗斯。这个时候呢，像印度中国这些国家都是保持了中立态度。其实以当时的态势的话，保持中立就是支持俄罗斯。对，当时俄罗斯对这两个国家呢也都是表达了友好的态度。比如说俄罗斯因为金融制裁嘛，不能用美元，不能用欧元了，那俄罗斯就会跟这几个国家主要的贸易国家就是要用它本币来进行结算，用人民币跟卢布结算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因为双方的这个经济是高度互补的。但是跟印度之间呢这个事儿就出来了。根据网友的总结呢，是印度在这个俄印的贸易中呢赢了5次怎么赢的呢？首先就是印度享受了一把印钱也能买石油的快感，这事儿以前可是美国的专利第二呢，那就是当时俄罗斯是给印度石油是有这个折扣的，大概是70%的折扣。对。而在当时欧洲呢，由于跟俄罗斯之间断气儿断油，那油价气价呢涨得简直就是已经不能看了。印度呢转手一卖，大赚特赚，这是赢了第2次。然后后来呢，这个欧洲一看这个不行规定一下，所有俄罗斯生产的石油我们都不要，不管是不是转手的。那么印度呢就又搞了一次提炼加工从俄罗斯低价买了石油，然后提炼加工成什么柴油、汽油，再卖给欧洲，赚了第3次。在这些贸易之后呢，俄罗斯手里呢拿到了一大堆的印度卢比，印度呢拿到一堆石油赚得盆满钵满，俄罗斯只拿到一堆纸那俄罗斯就说，那我拿这些纸给你买点东西行不行印度说不行，我卖给你东西了，那西方要制裁我那所以呢那个俄罗斯拿着卢比呢就没办法，所以印度呢这又赢了一次吧，相当于拿废纸了，又给俄罗斯了。那最后赢的一次呢是什么呢？那就是印度又跟俄罗斯商量说，你看吧，你拿着一堆卢比花不出去，那不如你来投资我的国债吧。这是把这个美国的这个做派学得十足十。美国我印钱买你石油，你拿着美元也买不到别的东西，你来投资我国债呗，还能继续来支持我的经济。这个算盘呢真是打得非常的响。那现在呢，俄罗斯手里好像拿的卢比已经是大概相当于300多亿美元，这么一大笔钱花不出去，俄罗斯也很着急所以呢，最近俄罗斯不干了，俄罗斯呢就把本来要发往印度的一批武器给扣了。这批武器呢包括 S-400 防空导弹，还有一大堆这个印度已有的这个苏30 MKI 的升级套件，此外还有米格29的这个升级套件等等，一大批的货都给扣了。因为俄罗斯说了，我们不再接受卢比了，你要么付给我卢布，你要么付给我人民币，反正我不要卢比了。而印度不干，印度早就立法了，他说禁止在双边贸易中使用人民币。那这事儿现在就僵在这儿了。现在呢，那个俄罗斯的这批武器如果不到货的话，对印度的这个军事基地的建设呢，也是打击挺大的。因为我们知道，印度要跟中国搞对抗，印度的这个空军的目标呢是建设42个战斗机中队。现在呢，印度只有35个，其中呢还有几个像米格21像什么美洲虎还有一批老旧的这个米格29还有幻影2000等等，好几个中队马上就要到售了。如果没有补充新的战斗机的话，未来10年它的战斗机中队的数量可能要下降到30个，离目标越来越远了。所以印度呢现在这个也着急，只不过呢印度这个国家呢就是有点什么呢，没有那种真正大国的这种气度，就是有点那种有小便宜就想赚，但是呢又不想呢付出真正的这个战略利益。所以未来多极世界呢本来是给印度安排了一级的，目前看印度还真不够格。因为它的做派确实令其他大国是不能接受的，也不光是其他大国不能接受，一般的发展的国家都很难接受，因为太自私自利了。此外呢，就是现在印度有这么多战斗机缺口现在印度就打算把战斗机采购呢全部放到西方，比如说像买那个法国的阵风，还有买这个美国的这个超级大黄蜂等等，
现在这个信号呢，其实是比较危险的，因为以前俄罗斯武器占印度武器进口的70%以上，这2年呢已经掉到50%以下了。如果再把这批战斗机让西方吃下去，那么印度的军事系统未来跟西方的捆绑会越来越紧密，也就是说它的战略选择空间会越来越小，可能会继续倒向西方。这一点呢，对中国对俄罗斯其实都是不利的。对，这个呢也跟这一次这个上合组织的这个峰会那个印度的这个外长呢不跟我们这个外长握手，包括印度的国防部长不跟俄罗斯国防部长握手，这个的态度呢也表现出来了。所以印度现在可能对我们未来真的是一个定时炸弹。对此呢，我们不光呢要嘲笑一下印度，这个见小利而忘命，未来呢可能为了这点小利，还要在战略上跟中国死磕。我们当然是觉得不划算了，但是印度他看不到啊，或者说呢他已经身不由己了。对此呢，我们中国可能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对，好，这个话题就聊到这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方便面，下一期我们再见。